如果你们看到你的朋友吸毒在你面前，你们会做什么？会报警吗？你们Oh, 哇， I'm 这 not 个 a 是 snitch, 心 man. 理 I'm not a 挣扎。 snitch. 今天我们请了6个年轻人，互相问问题，来 rank 谁最有吸毒的风险。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他们当中，有人真的曾经吸过毒，而且被抓。Hello， 大家好，我是 Keith， 我是你们最爱的纹身师。？Hello， 我是 Jonathan，我是一个法律学生，还有我是卖观赏鱼。Hi，我是 Eugene，I'm a gym owner。Hello， 我是心怡，我是个 freelance content creator。Hello， 大家好，我叫 Kenji 黄永陈帅，我是一名 podcaster， 还有歌手。Hello， 我是 Mary， 我做食物 content。现在你们可以讨论一下你们的成长背景。OK， 来，我们讲说我们的父母会不会严格？我的父母挺严格的，所以呢，你看我一整身纹身，可是其实他们是挺古董的。我看不到我看不到Very strict family，but 没有听话咯。如果你家庭是蛮严格的话，他们允许你做纹身吗？没错，纹一次妈妈就会哭一次。Oh my god！我要讲东西，我们全部都有昂公哎，That's so cool。所以你在讲什么？有纹身的就会吸毒吗？ No， 不是这样讲。 My dad passed away when I was young 啦，所以小时候我就妈妈一个人养大我了，蛮 strict 的啦，but 现在也是蛮多 freedom 的。我可以 understand， 因为我也是一个single mom， 我的没有严到啦。比较 chill 一点啊。你不要进去监狱，我也不要去医院找你就可以了。我小时候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所以我可能从小就要开始工作啊。第一份做比较久的是调酒师 ，parents 会比较 lax， 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工作性质都是到比较晚的。我的父母也是很严格，但我不管，我是 broken family， 所以就有一点 freedom， 从小就没有 support system。如果没有人就是从小到大就跟你讲，哦，这个东西不好，你什么东西都会讲是，你就会有更多的风险。就如果你有那个 specific bond with your family， 你就会不要做亏心事了。一个比较 privileged 的家庭里面动毒，他们就是 more than likely 不会被抓到咯。你请一个比较好的律师，就有可能你的 case 就更容易 fight。越 privileged 的话，更容易会回去到，因为你觉得很容易想掉这个事情。我觉得不管你们是谁，家庭背景是怎么样，家里有没有钱，都还会很容易去动到。这是看你的思想的一个方面吧。那我想要问一下大家的学历是到哪里？我 drop out。I also drop out。N level drop out。Same。Third year law student 咯，现在。哦，哪个大学 ？SUSS。哇，我的 GPA 进不了的那个。我是读到 private degree， 我学 comms。我到 poly 也是 comms 也是。我是到大学。你们长大的时候，身边有吸毒的朋友吗？有很多。有啊有。有是有。一两个吧，我就一两个。10个吧。中学的时候 ，close friends 要吸的有吸，要卖的也有卖。比如说他们会卖 weed、卖 ice、卖aramine 卖 ketamine、卖 heroin。我就是亲眼会看到一些人，他们会多少多少进来，他们就慢慢分吧，全部进去做了啦。我的中学就比较出名，有学生动毒、抽毒品，因为我记得好像我15、16岁的时候，我 authorities 会来抓几个带回去。Before 我读这个 law degree 的时候，我在读 diploma 嘛，做一个 close friends 啊。lunch 的时候他就每次失踪了。I know how that feels。呀，每次会不见掉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then 我就要去 find out 嘛，对不对？So when I start to follow him， 他就带我去他去的地方，玻璃的一个 staircase， 就在那边吸毒咯。就问我要不要，他讲跟香烟一样。So every single break。我们的那个朋友，就交往的朋友也挺重要的。哎，你过去啦。谁？你啦。brother 一起啦，过来啦。我们这个 brother 好像是被逼到这里了，他好像没有讲什么，他突然就被拉过来了。Yeah。那现在你们可以聊一下你们与毒品的接触。你有没有被 offer 过毒品？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我是 exchange 过去的。当时你一看 under 你的 window， 很多人都是在抽的，因为 in Amsterdam is legal。可能那些朋友都是荷兰人，说就是可能他们会觉得，哎 ，I'm the only Asian in the group， 你要 try 啊 ，this is something that you should try。在外国看到都比较正常，就 is very normalized。你想要交朋友的话，这个是他们一种形式。去了 Melbourne 也是 ，it's like a normal thing there already。我们在一个 club 对吧？可能是一个 local 吧，拿出一个烟，把那个烟就这样 pass 给我们。你们要尝吗？你们要尝吗 ？At first 我们不懂这是什么，然后他就说，哦 weed， 然后呢我们就，哦，你跟那些就是比较开放的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你越会想试。经常去美国，会去美国一些展会，他们很习惯就是一边抽大麻啊，就是他们的 smoke break，就是去抽大麻，然后回来继续做工，然后他们就会不要试试看，要不要试试看。每次去，我每次回美国都是一样的问题啊，经常会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从小13、14岁开始，身边的朋友都有1、2个会抽大麻、抽 weed，16、17岁身边的朋友都是抽冰。如果从前到尾有没有人想要像 offer me？ 当然是有了。Over the years 有人 offer 啦 here and there 啦。I mean offer not in the sense that 他们直接跟你讲来跟我吸毒，你就懂他们有吸毒的嘛。他们晚上叫你出来去那边去这里，就是一点东西 going on 的啦。所以我 choose to avoid 咯。For me 就是14岁 ，first time someone offered me weed， 但第二次就是18岁的时候 ，when I just had a bad breakup。 Vulnerability. Yes。 You know what? Surprisingly， 我从来都没有被 offer 过毒品。我宁愿不要被接触到，因为我怕。我问，你们对这些毒品有什么了解？我听到很多不同的那个毒品的名字 ，heroin、weed、ketamine、endorphin。endorphin，不是那个好像是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一个。内啡肽，大脑分泌的快乐激素。So 你们觉得你们对这些毒品有多了解？我不太了解，我不太了解，可是我有听过。endorphin 我就endorphin 我会 from 我的朋友的听经验过对吗？他们会跟我说，哦，他们吃了哪一个会有这样的症状。挺了解吧，not to the fullest extent。对我来说 ，understanding 是 more towards 它会留在你的身体多久来。来 weed 是 roughly 是多久？I think 是1 month， 但头发比较久。我对毒品的了解程度，对吗？最经常你可以买的那种便宜的，什么5块、10块、2块，别人打嘛。还有然后过后我们讲 Ermin 我们讲保一排像是50块、50块样子。You know too much. 他们 You silence all of us. Actually 我觉得 the more you know right, the less vulnerable you will be。如果你知道就是这个风险度很大，坏处那么多，那当然就更不想做了。OK，来，我在这里。屁啦，回去了。我发现你学 law 对吧？往那边走一点。我知道那个价钱，那我没有钱买，我也可以往那边嘛，对吗？那他们 rank 你那么高，你同意吗？因为他们 rank 的是 vulnerability 嘛，对吗？我就觉得 OK， 我们讲 ecstasy、冰啊，什么也好。都在我面前了，随时就是我跟朋友一句话，给我 try 就给我乖啊，我又不用还钱了。所以你觉得自己真正的风险有多高？很高，超级高。我觉得你可以站在这里啦，因为你的朋友很照顾你嘛，你是他们 Asian baby 嘛，对吗 ？OK， 我过去。我这边吧，跟你一起站。好。我觉得 Janelle 应该站对啦，因为他好像很排斥。排斥。其实我觉得你也是过去吧，你可能第2个。可是你没有看过那些戏吗？那些很会读法律的人更会笑，对吗？就更会吸毒。现在我们可以聊一下 peer pressure。如果你们看到你的朋友吸毒在你面前，你们会做什么？会报警吗？你们？I'm not a snitch man. I'm not a snitch. At that moment already， 他们可能不会听你讲什么话。Let them be。对我就会让他们 you do you。我其实有一个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是在这间做8站的，他是在隔壁间做8站的，他自己就有一直的去吸这个啦。我挺后悔的一个事情就是我知道他有吸毒，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说我可能不要管太多，因为 he looks fine to me，you know。后来我就是出国了嘛，我回来了之后他就消失了，他这个人就在戒毒所，之后我也不懂他在哪里，我们朋友圈全部都联络不到他。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我会一直放在心里啦，因为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可能我当时如果多劝几下的话，他会有一些改变。我是有一定的内疚的，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当下可以做出更多的行动，我可能会至少劝几下。所以如果以后我有很好的朋友做就是吸毒啊，我一定会聊，一定会去跟他们去谈这个事情。你看他们这样抽，我也不能做什么嘛，我报警，我不是 brother， 给人家听到我也是哇。你是一个 snitch 啊！身为一个朋友，我只会跟你啰嗦，跟你娘。朋友之间的对话就是，周末你不要在 Keith 的家里面直接抽。他讲笑啊，你要被 Keith 娘啊，可以娘你3、4个小时的嘞。那你们会 succumb to peer pressure 吗？我觉得会，很多人每次都讲 like you are the average of your friends。可是我知道，我一进 peer pressure 之后 ，my feeling of the high risk 可能会掉。like 你会觉得 like maybe it's not so bad，but 我不要就是放我自己在那个 situation 里面。每次我一听到这种有毒品罐的东西，我就说不要跟我讲，我不要知道。还是如果你要就是跟我讲关于这些东西的话，我可以听你讲，可是你不要 offer whatever。如果你不会 respect 这个 boundary 的话，那我宁愿不要跟你做朋友。说实在的，我会咯，但是你
要 follow 你的 own value， 还有你的 own belief 咯。我觉得我也是会 succumb 啦，but 外都是我就避免哦，就是我懂那个人这样子了，我就totally不要跟他讲话。Peer pressure does have its own effect, but to some extent, if you are in a state of vulnerability, especially. Yeah， 我觉得 like your emotional state 也有关。我不会 succumb to peer pressure 的一个人。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讲过2个东西，不要让我去 build 你，你也不要跟我去吸毒。所以这2个 principle stuck with me for a very very long time。虽然我很小就开始喝酒、抽烟，有纹身这些，从小到大，他都跟我说不可以动毒品，所以我是很相信，我是个妈妈的乖小孩子。Someone that is very 不会被 peer pressure 的人，其实讲真的，在酒吧有一些 regular 他们会有经常做这些东西，除非 I'm going through a breakup, then maybe I'll be more vulnerable. Other than that， 我是 quite firm 的。我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如果我不想的话，没有人可以逼我。很抱歉啦，就是很多时候真的是一个借口。很多人会说哦，因为我朋友逼我啊，什么什么。但是如果你自己不要的话，没有人可以逼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我觉得他应该在这里。我觉得你应该来这里。Yes 他们可能比较有 self control。那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你们对毒品的态度。那你们会对毒品好奇吗？你们有可能不相信，可是我是一个超级 anti-drugs 人。There is no distinction between soft and hard drugs。我从来就是不会去动药。你有可能对毒品有好奇心，我呢，身边朋友全部抽了每一个毒品的 side effects，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你要我怎么忍心的下手去抽这个毒品、吸这个毒品呢？我做不了。从小我就是 very anti-drug. All my friends those that take drugs 就是没有交朋友了。我在 Amsterdam 那一段，我应该是属于很抗拒，因为它的味道真的是很臭。毒品这个东西是个 no go zone， 我绝对不会动的。我蛮 anti drug 的啦 ，technically， 就是如果朋友有吸毒啊，就不是我朋友了。I think right when I say this right, you're gonna put me here, but I feel like I say sorry first. 我确实对毒品有兴趣，因为我对毒品没有那么多的了解。The less you know, the more you want to try。所以你本身对毒品真的是很好奇的嘛？是，好奇心是有的，因为真的就是啥也不懂，所以就是想认识多一点。因为那个媒体现在就很多 drama， 就像 Euphoria、Breaking Bad also， 他们都会 touch drug， 让那个 show 很惊险、很精彩。Pick your interest to learn more about drugs。接触好坏我们也不懂。I have a lot of weed coming out onto my explore page. I think it has made drugs feel less dangerous, which is quite harmful. 媒体是会给你看好的跟坏的 but a lot of times people choose to glorify the good it brings out. They don't really take a look at the bad. I feel that it will affect many people growing up. 来，我跟你换。因为他 curious。我很 vulnerable。什么是影响你会不会吸毒的最大因素？网上还有朋友，家庭也是，我觉得，因为我本身就是说实在没有就是家庭的爱。你爱你的家庭的话，你的家庭爱你的话，他们会保护你，就是 in a sense like tell you to like stop， 然后你就会更想听他们的话。我觉得是朋友啊，剩下的我觉得无关，因为如果你家庭不好，怎么样也好。你看戏多好，你没有朋友 that got the right connections， 你是得不到这些药的。But 现在这个accessibility is like I think really all time high 了。你可以在 online 订一个药，它送到你门口，丢在你门口，你就拿了。我觉得是有2方面，一个是外在跟一个是内在。外在就是他刚刚讲的，就是他的朋友啊，还有多一个是内在，看你自己有多自律。好像如果你真的不要，你真的不想，那没有人可以逼你。就算在你的面前，你也不会去做这个东西。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 connection， 你没有这个方式去弄，但是你很想要，那你一定有办法啊。你会去找你一定会找得到啊，你会找朋友。对啊，内在可能更影响你会不会去吸毒这个事情。我觉得 Keith 可以过去一点。I'll be in the middle， 我是 I represent the middle。这个是最后的排行了，你们确定好了吗？I think 我们可以 log in 了吧？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我觉得对。其实，在你们的当中，有人真的吸过毒，而且被抓了。我会数到3，然后那个人请站出来。哇 ，What if 是他？我觉得是他。我觉得这2个嘞。被 charge 了，有可能不可以读了了。OK， 输 ，now。对，不是他。1、2、3。2个都有。哈，真的？人不可貌相。出来的时候我就，should have
feel it earlier。你有猜到 Jonathan 也是吗？大概我走进来我就跟他讲话，so I kind of get the vibes。我从他讲的，他以前很 anti drugs，but after a while 他就换他的 stance，那我就觉得诶，有可能啊，也是跟我一样。我觉得那个 law throw me off man， 读 law，like 你被 charge 进去做一下。我做5年。读法律真的是最惊讶的。I think 那个 reaction 是 quite common 啦，because of 我在读什么嘛。你当时是吸了什么东西？开始就是 weed 咯，那个楼梯的 story 是真的啦。我就跟他一起抽咯。你怎么被抓？Wanted for another crime。等他们扫我家的时候，就验尿，全部东西就出来了。我觉得是一个environmental 的东西咯。我觉得因为全部朋友吸毒，我就觉得这个毒品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东西。我那时候吸毒，我也是有卖一点毒品，是因为毒品很贵嘛。我就开始吸毒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开始卖点毒品，我就会有那个钱来供我自己的这个addiction。讲实话，我卖毒品后，我还吸比以前更多毒，钱都没有赚到。哎，你们讲你们很排斥，你们很liar嘞。他们把你 rank 成风险最低的，没错。给我感觉是他很排斥毒品，你一动毒的话，你就是不是我朋友这种。Is it a lie? No, actually it's not. I actually was very anti-drug. Before 我开始吸毒，我是真的是完全 anti-drug， 就是朋友有吸毒的就全部割掉。2017年的时候，我就 it's a very bad breakup， 所以我去喝酒，然后第一次 someone just offer me，a stranger offer me， 就是要不要吸毒， then from then on 就一直3年过后才被抓。当时刚分手不到1个星期，我就在家附近的一个酒吧喝酒，就每天喝醉，没有醉就没有回家。然后就是有一天一个陌生人就 offered me some drugs，他就是说。Oh bro, I always see you here drinking, always drunk, but you always drink alone. Then you want to try something better. That's how I first started. 我吸毒前没有想过我会自己去吸毒。我觉得当时我吸毒只是因为一方面可能是惩罚自己。I want to forget my ex-girlfriend at that point in time. In a vulnerable state where you want to, let's say, escape something, you want to forget something, that's when negative influences have a very strong play on your mind. So even the easiest avenue for me to forget her, I would do it. Yeah. 所以你会后悔吗？后悔认识他。我吸毒之前我都不懂吸毒是犯法的。I know it sounds very like 好像白痴这样啊，我真的不懂。每个朋友在吸吗？那我就觉得没有什么错的嘛。到那天我被抓啊，他们给我看那个 charge， like 我的 sentence 多久啊，我才 realize that 我原来是犯法到这样严重的。你以为是什么？好像吃 chewing gum 这样的一个？我以为可能 Class C 去来 DRC 几个月就算了，but end up actually Class A 蛮重的嘞。我就以为 DRC 是一个 drug rehabilitation center， 因为我们每次看电视，so I expect DRC to be like a nice rehab facility， 像电视这样看 ，similar to US 的 concept 啦。我就在心里想，可以吸毒啊，因为进去3个月我可以接受。可是 is when 我坐牢的时候，我才 realize 啊 ，DRC 就是 prison， 就变成不可以接受了。So I realized that 那个吸毒的惩罚要严重，是因为it will deter people from doing the crime. If not， 我们的 drug use in the country right would be similar to like other countries like US, where drug use actually is rampant. 是什么让你决定要改过自新？我出来的时候 there were some people that were beside me that really helped me. My ex-girlfriend at that point in time， 还有那些 Architects of Life 那些朋友。我被抓第2次的时候 I realized that I have a lot to lose. 这一次我就 when I'm rebuilding something I don't mess it up. 我花3年4个月在里面 ，and 3年4个月后啊 I achieve nothing. That's when I realized I want to make the most out of it. I realized 读 A level right has the most I would say opportunities 啦 after I'm released. So 我 choose to 读 A level. Then when 我 prelim 出来 straight A 我就 all in 了，每天读到12个钟，晚上睡很迟，一样啦。For result 出来也是 straight A。厉害 The straight A's man。拿到我成绩我也是吓到。我以前 O level 考整30分，这样很假辣的。我读书我就吓到，周末我读这个 A level 读得这样好。你每天花多过12个钟头，我每天只睡4个钟而已，2点到6点我就起来了。Every other working hour 是 studying 这个 A level， 我已经可以背那个 textbook inside and out 了。10 year CV 所做过3、4次了，30 year CV 所也是做了。所以其实我有想过，不懂事以前是我没有去读，我就不要去try， 还是可能坐牢的时候我才真的有那个 motivation 真正的读啊。刚才讲我是法律学生嘛，在 SUSS 第3年，所以这个 Yellow Ribbon 我是 under 他们的一个奖学金。他们资助你啊，全部。对，所以我没有还到学费，什么都不用还。Because Yellow Ribbon cover my school fees, then I have the time right to pursue my passion and start my own business as well. 所以现在是在做什么呢？我现在是在卖观赏鱼啊，所以我就有2间店，一间在亚龙，一间就在Woodlands。我要讲 Jonathan is so slay，真的 ，like really respect. I think he's damn cool.
and the gym owner also. Eugene and Eugene also. 所以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Now I own a gym because 我从小我就是做这些 gym 做运动，去打泰拳，自己身边的朋友、家人全部都 they all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you towards not taking drugs. So I want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let other people know that it's an avenue for them to pursue. Yes, they don't have to stay on the streets and succumb to all these negative influences. 那你觉得自己跟他们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除了没有动药，剩下的都很相似。如果我的人的意志力没有那么强，我也相信我以前一定会动到的，我一定会吸过毒。如果说我有恋情分手或者 heartbreak 的时候，我可能也会。所以我觉得，当一个人的理智不在线的时候，可能会做这种想不到的事情。我是个非常喜欢尝试新的东西的人，来可能 adventurous， 可是我觉得 there's a hard line for me for 毒品，对 ，that's something that 我不要尝试。你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会更 vulnerable 吗？现在的年轻人会面对更多的 risk factors mainly because of the media. That's one. 不止这些，就是接触到坏的朋友，去 clubbing， 去喝酒。现在啦 ，if 你们要 define 那个 risk factor for consuming drugs, right, it's become even broader. Because in the past, I think accessibility 这个 factor is not that big. 你也是要认识人才可以买嘛。现在你要找毒品，你去 online 都找得到了。So I feel that they are more vulnerable than ever now, like with the whole social media and everything. So I feel that 人在哪里 access 得到毒品，哪里看到毒品 ，that are the areas that anti-drug stuff should be there also. 新加坡的媒体，其实以前我们对这个 drug 这个东西真的是避之而不谈，但我觉得我们其实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了。我觉得很好的一个东西，就比如说这个他们今天组织的这个节目，需要给现在的年轻人多一点的这种知识，就是说这些毒品会带给你什么负面，更应该的去往毒品这方面去做题材。所以你对毒品的态度有改变吗？有诶，真的有诶。听到他们的故事过后，我就不管多么好奇，不能接触。吸毒又有什么好处？对，有可能你暂时不会有压力，你有可能暂时会比较嗨，但是你的问题还在啊，你问题没有解决到啊。有事情去解决你的事情，不要去找这些 coping mechanisms。我觉得一定要有限制，就是说 self control 很重要。before 我们做什么，一定要想说，如果明天起来之后，我会不会后悔我做的选择？当时你朋友有 offer 你对吗？为什么你最后没有吸毒？因为我想到我的家人啊，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支撑。我做这个事情会带给我什么影响？更重要的会带给我家人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我最介意的东西，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不会想要去冒这个险，因为我知道这种东西是短暂的。这种快乐是短暂的。我跟我朋友在一起，我也是很快乐啊。我做我自己开心的事情，也是很快乐，而且这个快乐更长久，而且更健康。谢谢收看。喜欢黑卡 K 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